上次之后啊，我们又加了一条生产线，你们可以随便参观一下。OK。哎，连好。哎，厂长，那个，去给我叫一下刘叔叔。哦。世荣，世荣。哎，刘叔。厂长。那个厂里对你的救场表现非常满意，决定让你全程参加外商活动。真的吗？嗯。我一定不会辜负厂长的委派的。嗯。淑荣，你真给咱们车间争脸。淑荣，我们以你为荣。对呀，以你为荣。淑荣啊，这次的表现也算是让我打了个翻身仗啊。厂长，您太客气了。好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青梅，你眼睛看直了吧？哎，不过她那条红裙子啊，真好看哦。嗯，衬她这脸色，这腰身，没话说。我要是有那么一件红裙子，那就好了。我要是有这么条红裙子啊，就留着给我女儿结婚的时候穿。进来。厂长，我有一个新的想法，想跟您汇报。别，托你的福，我就是一厂长。而且你有想法，不都是直接向上级汇报，再让他们给我下指令吗？厂长，您是负责新产品设计和开发的领导，我的这个想法必须跟您汇报。这听着倒挺新鲜的。你想开发什么？红裙子，就是外商穿的那种。哦，外国人穿的那个，是够新潮的，但是不符合咱们的国情吧？厂长，现在没有人穿，不代表大家不想穿。没有人穿，也许是因为买不到呢。我知道现在厂里的效益不好，您的压力一直很大，所以我认为现在开发新产品红裙子是一个扭转局面的大好机会。是，我也一直在寻求变化。但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，给你这个机会呢？因为我有信心，而且眼光独到。眼光独到？哼，谁说不是呢？如果您能够不计前嫌给我这个机会，我相信你也会有足够大的回报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指定一个合伙人，如果你能顺利与这个人谈拢合作意向，那么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好，和谁？刘淑荣。我觉得我话还没说完呢，而且你还要写个书面材料，说明你想与刘淑荣合作开发这个红裙子的市场。如果对方不同意与你合作，那你将因报复得不到施展而自动辞职。不是厂长，我这个想法是为了厂里好，您这样刁难我也太过分了吧？过分吗？好，那你就当这个事儿没发生。周新梅，现在知道了吧？任何事情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好，我答应您的条件。淑荣，问你件事儿，你说，你觉得那个女外商她的红裙子好看吗？挺好看的，颜色鲜艳，款式大方，而且穿的人特别精神。我想做一条一模一样的，就是怕太时髦了点儿。你还怕时髦啊？就觉得上班的时候穿不太合适嘛。我觉得那个裙子啊，颜色鲜艳，也端庄时尚，
你穿应该能挺好看的。那别人穿肯定也好看，对不对？应该也还行吧。怎么，你还要做条送给别人呢？淑荣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我希望厂里呢能把这个红裙子作为新产品推出，批量销售。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想法是挺不错的，可是你需要我帮你什么呀？做我的合伙人吧。我？为什么呀？淑荣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我们把握住了这次机会，不但有机会可以把厂里扭亏为盈，我们更可以因为这个机会离开车间，到办公室去工作。既然你刚才也非常认可我的想法，那我们为什么不朝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携手奋进呢？可是这个想法是需要承担个人风险的，我不敢冒这个险。如果说我出全资，你只需要帮我去说服都江呢？你还是先跟我哥商量商量吧。陈果，回来了。我今天有个事儿跟你商量。跑还挺快。哎，陈果，刚才那小姑娘那么打扮，你觉得好看吗？不好看，谁都没你好看，是吧，儿子？是。这都排队买什么呢？哎，你好，问一下你们排队买什么呢？这种叫可口可乐的东西，听说好喝的不得了。哦，是饮料是吧？美国进口饮料，全市每天仅限100瓶，不排队你根本就买不着。美国的，那这不是资本主义糖衣炮弹吗？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卖，太不像话了。说是美国的玩意儿，哦，那你们排这么长队是不要钱是吧？不要钱，贵的要死，就这一小瓶，哎呦，真是气得贵的要喝。哎呀，花钱排队买气受，这是何必呢？这咱都多少年没见过新事物了，这再贵也要买呀。哎，我问你啊，要是有那种最新款的特别漂亮的衣服，你会买吗？那更得要买了。你说咱从生下来就没穿过什么花衣服是吧？谢谢你啊。没事。出这么多汗。刘铮，你想不想喝饮料啊？当然想啦。那你让你爸带你排队去，你们去喝啊。妈有点事先走了。哦。啊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去找牛淑荣。哎，你真要喝啊？嗯。爸听他们说这个跟中药，排队，来，啊，排队啊！